走进现实生活，讲述离奇故事。大家好，我是小陈，欢迎观看陈峰故事。白金是个1.8米的帅小伙，为了毒品，他卖身于五毒教母王庆文。可在王庆文被抓后，他又做出了让人无法理解的举动：滚出去，这辈子别回来了。吉林某别墅外面，白金愣愣地看着自己的父亲，脸上闪过一抹震惊。白金，我们家是小有资产，可有多少资产都经不起你败的。你要想出去玩车，玩什么都随便你，可你怎么能够碰毒品？头上已经有了些许白发的男人站在门内，语气沉痛地说：不报警已经是我们对你最后的仁慈，现在我就当没你这个儿子了，滚吧，我们不会再管你了。白金没有想到父母真的会将自己驱出家门，要知道他作为家里的小儿子，从小都受到父母的宠爱，长大之后更是要风得风，要雨得雨。可在他读高3那一年，因为对学校生活感到无聊，就出去和一些地痞流氓鬼混。他只不过是出于好奇，却被那些人染上了毒瘾。我们国家对于毒品是深恶痛绝的，作为父母，他们强行要求孩子戒掉毒品，却换来了一次又一次的反抗。直到现在，他们彻底对白金失望了。可比起父母来，白金觉得毒品更重要，所以他现在看着愤怒的父亲，却露出了不在意的态度。你们要把我赶走就赶呗，离开了你们，我又不是活不下去，以后我也不会回来了。放心，你们是死是活都和我没有关系。白金就这样离开了自己的父母。本来作为富二代，他一向生活优渥，但离开了那个环境之后，白金才知道在外面想要挣钱有多么的难，更何况他还要花大量的钱去购买毒品。最开始，他看不起那些低端的工作，故意去一些高档场所，想要在那边找个活做。可那些人看他年纪尚轻，且又没有经验，毫不犹豫地拒绝了他。闭门羹吃的次数多了以后，白金慢慢地放下了自己的身段。这个时候，他来到了一家餐厅当服务员。因为他长相英俊，又有1.8米，所以很多来这里吃饭的客人都对他有好感。白金虽然不以为然，但其中却有一个特殊的女人引起了他的注意。那是一个大概30多岁的女人，衣着很普通，长得也不出众。可白金注意到她手上戴着的那块手表是从香港那边运过来的。因为他在家里的时候，从亲戚那里看到过那种表，价格昂贵且稀少。已经连着有5天，那个女人都会来到餐厅，并且坐在同一个位置上，用一种若有所思的眼神看着他。白金已经习惯了别人的注目，可这个女人的目光却让他如芒在背，工作的时候都静不下心来。直到第7天的时候，白金的毒瘾犯了，可他前些日子才买的那些毒品已经被他都用完，以至于他现在抓耳挠腮，整个人都不在状态中。你是从王瞎子那里买的货吧？这一天，在他把手里的咖啡端过去的时候，照常坐在那个位置上的女人突然开口道。白金控制住自己的手没有抖，但心底却是一惊。他下意识地看得过去，便看到女人慢悠悠地靠在了椅背上，轻声道：王瞎子那里的货不太行，但好在便宜，大部分的人都愿意从他那里买。他的右手伸出，慢悠悠地端上了面前的咖啡，才玩味似的说：我这里有一条捷径，你想不想来试试？女人的话已经说得很清楚了，他们是同类人，瘾君子之间往往有种莫名的默契。白金努力平复着心情，问道：什么途径？女人笑了笑，并不再说话，而是留下了一个地址之后，直接离开了餐厅。从这天开始，那个女人再也没有来过。
白金去平平去找王瞎子购买毒品，可每次坚持的时间没2天，他又得去换新的。直到这一回，他看着空荡荡的钱包，终于忍不住了，咬了咬牙，来到了那个地址。那是一个十分低调的会所，但里面的装修却颇为豪华。有服务员听清楚他的来意后，直接将他带到了2楼，并告诉他那个女人名叫秋姐。秋姐的表现和那天别无二致，看到他主动找过来，也没有什么意外的，反而笑着说：“你选择了一条明智的道路。”白金恭恭敬敬地站在他的面前，问：“秋姐，我也就不说什么假话了，这次来找您，确实是对那个捷径感兴趣。”秋姐点了点头：“那条路还在，我也确实需要你去走，但前提是你能够接受。究竟是什么意思？我需要做什么？”白金问。然而接下来秋姐说的那句话却让他感到十分的不可置信：“你知道王庆文王姐吧？我要你去讨她的欢心。”秋姐平静地说出这句话，却像惊雷一样在白金的耳边炸响。那王庆文是何许人也？大多数人可能并不知道，也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名字。可对于他们这些染了毒瘾的人来说，王庆文这个名字可谓是如雷贯耳。只因为他是东北的五毒教母，手中掌握着多条的贩毒途径，几乎是这个地下市场的王。没有人知道他是怎样发家的，只知道王庆文突然的出现，手中掌握着大量的毒品，而无数的瘾君子想要从他那里分一杯羹，却找不到接近他的门路。我当然有我的办法，但我需要你引起他的注意。看到白金震惊之余，又有些异动的样子，秋姐满含深意地笑了笑。事成之后，我也不需要你做什么事，只需要及时告诉我一些有用的消息就行了。白金低头思索了几秒，随后答应了下来。接着第2天，秋姐就带着白金去了一家知名的发廊，重新打理了一下她的头发，又让店里的老板给她配了一身精致的西装，整个人都焕然一新，精神气都不一样了。秋姐满意的点头，在她身边绕了2圈。王庆文这个人有一个不一样的点，他做事情并不狠，或许是因为有一个女儿的原因，他还有意的在维护自己的形象。白金顿了下，问：“王姐有多少岁了？”他还是比较在意这个问题的，虽然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，但他这么多年来招蜂引蝶，还是让他有了一些自傲的心思。秋姐回道：“大概有50多岁了吧。我知道你在想什么，但你要考虑清楚，只要搭上了他的路，以后你想要什么毒品都能够轻而易举地得到。”白金目光一凝，略有些浮躁的心思瞬间沉了下来。1周以后，秋姐带着他来到了一家地下赌场。赌场装修得十分豪华，里面的赌徒们将所有的目光都放在桌子上，丝毫没有往旁边看。白金从他们的身边路过，接着来到了3楼，门口站着2个黑衣保镖，看着他以后，悄无声息地后退了2步。下一秒，白金走到门前，缓缓地推开那一扇门，而出现在眼前的那个女人却让他感到十分惊讶。在来这里之前，白金对王庆文有过很多的想象。作为一个贩毒的老大，他本能地觉得王庆文是一个十分危险的人，或许性感火辣，或许暴躁倦狂，但无一例外都有着十分鲜明的色彩。可面前的这个女人却普普通通的，好像路边那些擦肩而过的从未引起过他注意的人。白金往前面走了2步，坐在沙发上的王庆文突然站了起来，眼里闪过一抹光。离得近了以后，白金发现他气质温婉，甚至带着一点属于长辈的和蔼，全然不符合他的想象。“你就是白金吧？”
小秋说你原先在餐厅当服务员。王庆文示意他坐下来，随后用一种欣赏的目光扫过他的全身。是的，我本来是一个服务员，幸好得到了秋姐的赏识。白金谨慎地说，能够来这里也是我的荣幸。你看起来不像是一个普通的服务员，身上没有那种长期贫穷所留下的小家子气。王庆文若有所思，反而像是家境比较优越的环境中养出来的。白金前20多年的确生活得十分优渥，可自从他被家人赶出来之后，就吃了不少的苦。现在他也不愿意提起过去，于是随意地敷衍了2句。王庆文之所以和他提起这个话题，倒也不是真的关心他，只不过看他长得好，身材也不错，于是和他多唠2句罢了。这天以后，白金就成为了王庆文最亲近的人之一。当然，王庆文并不是只有他一个情人，毕竟那些为了他手中毒品而来的人络绎不绝，其中长得比他好的也不少。可王庆文偏偏对他情有独钟，花在他的身上远比其他人多，同样也把手中的资源漏了不少给他。你只要跟在我身边，到时候想要什么就有什么，别说是一点点毒品了，你就是想通过这些毒品去挣钱，我也会想办法帮你的。王庆文一副为他着迷的样子，但露出来的资源屈指可数。白金生起了贪婪之心，越加花心思讨好他，同样也频繁活跃于各个毒贩之间。他不得不承认，这样的日子比他在外面打工好多了，以至于他对秋姐的态度也变得不耐烦起来。今时不同往日，秋姐需要他提供一些消息，可白金却在王庆文的有意纵容下变得越来越自傲。最明显的就是他自己招揽了一批小弟，借着从王庆文手里露出来的毒品，他成功地掌控住了那部分人。然而没过2年，王庆文就被警方盯上了，而他们为了抓捕王庆文，分配了不少警力在白金身上，想以他为突破口来将这个贩毒的网络一网打尽。半年后，警方果然通过白金找到了关键线索，于是又布了整整2个月的局，才终于将王庆文及他手底下的人脉网全部抓住。但就在这个时候，白金却做出一个出人意料的举动，他竟然愚蠢到没有选择逃跑，而是试图自己取代王庆文的位置，频频联系那些散户，想要重新将那个贩毒网络构建起来。可警察早就死死地盯住了他，之所以没有第一时间行动，是想要将他手底下的那些人也一块逮捕。只是因为那些人流动性比较强，所以难度比较高。而白金这个举动确实聪明反被聪明误，恰好方便了警方的行动。不久之后，白金被送进了监狱，而早就被抓住的王庆文已经被判了死刑，等待着他的也是同样逃不过的审判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陈峰故事。